亲爱的朋友们，欢迎来到微光夜读。和校花女友全雷打的前一刻，他告诉我想结婚，我以为他等不及要和我长长久久，于是认真点头。好啊，我娶你。女友嗤笑一声，别做梦了，我要嫁的人怎么可能是你？后来我在朋友圈狂炫婚纱照，女友凌晨发大长篇信息挽留我以后一定乖，不和你赌气了，回来好吗？求你。接下来开始我们本期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并开启小铃铛。我心急地摸了摸口袋，愣了一秒，糟糕，昨晚用完了，我现在下楼去买。阮曼摇头，推开了我，拉过薄毯盖在身上，气氛有些窘迫。我好不容易挑起的火就此熄灭。他捞过我的手抓着，五指反扣，眼间流转的美艳风情让我止不住心神一荡。正当我以为还有戏时，他漫不经心开口，我可能要结婚了。想结婚也行。我和他青梅竹马，知根知底。从高中起，阮曼五官长开之后，追她的人越来越多。好在我有天时地利人和，和他选了同所大学之后，就表白在一起了。咱俩的孩子颜值应该会很高吧？我心里欣喜。好啊，我娶你。阮曼嗤笑一声，喂，别做梦了，我要嫁的人怎么可能是你？我持续挑逗他，不以为然。除了我还能有谁？他扭动着两条勾魂的长腿，换了一个舒服的姿势，就是我们学校的那个富二代公子哥傅家杰。他家有钱有势，我只要嫁给了他，衣食无忧，少走几十年弯路，不挺好吗？傅家杰1.69米的矮富胖，出门恨不得把豪车钥匙挂脖子上走。我顿时心凉了半截。就他那二货，我知道阮曼曾经考虑过他的疯狂追求，更是差点答应了他。幸好被我半路截了河。大一的某次社团组织爬山，半路逢大雨，我背着当时崴了脚的阮曼下山，走了整整2小时，才有了和他确定关系的机会。室友都夸我体力好，耐久度高，能追到校花，他们心服口服。没想到都过去2年了，那死小子居然还在挖我的墙角，而且一出手就是王炸。阮曼看我在沉思，调皮地捏了捏我的脸。陈伟，我最好的2年都给你了，你还有什么不满足？分手了，我们照样可以当朋友，不是吗？我脑袋有些发胀，一时不知道该说什么。他继续说，而且我们太熟了，已经没有最初的心动和激情了，这一点你应该清楚吧？这么说可能有些抽象，毕竟你我都是成年人了，你总不会矫情的苦兮兮求我别分吧？我摸了一下鼻子，忍住情绪，呵呵呵，那就分呗，挺好的。那啥，正好我也想说这事儿了，就是我们俩其实早就……手机屏幕上的光照在他脸上忽明忽暗，他好像根本没有在听我讲话。拜托看一下我脸上的悲痛，行吗？我只是假装无所谓，却发现他是真的不在乎。那我走。阮曼头也没抬。这次房费我来付，还能给你省点生活费。走在回寝室的路上，跌跌撞撞，我好像被断崖式分手了。阮曼和我在一起2年，不是电影的瞬间，我和他是实打实的776天。他对我也很温柔体贴，疯狂记录相爱的瞬间，在朋友圈不止一次感慨我的出现。我真的不愿意相信他会这样对我，难道他被傅家杰威胁了？想到这里，我自嘲地笑了笑。他说的对，傅家那么有钱，甚至能带着他全家完成阶级的跨越。此刻，我尊重他的选择。遇见，过去，成长，释怀。哇靠，老三，你咋眼红了？
室友熊二挪了挪桌前的鸡公煲套餐，护食般眯起了狡黠的双眼。别想啊，就算这只极品鸡有6条腿，我也绝对不会分你一口。我揉了把脸，嘿了一声，试图掩盖我的狼狈。我有点困，去补个觉。突然，另一个室友从床上探出脑袋。对了，你们看班级群了吗？傅大少爷今晚要请全班同学吃饭，地点在顶峰楼，说要官宣，必须全都到场。我就先替咱们寝室应下了。无缝衔接是被他玩明白了，可大家都知道阮曼是我女朋友。想到这儿，脑袋痒痒的，掏出手机给我姐发了条信息：江湖救急，你弟被绿了。刚说话的人是我们寝室老大，他纯黑皮，我们都叫他乌鸡哥。我发完信息，一脸愁苦，乌鸡哥却看出了端倪。陈伟，傅家杰那死胖子跟谁官宣？他不是一直想追你家阮曼吗？我叹了口气。傅家杰无耻到用我女朋友的照片当头像，司马昭之心，众人皆知。我苦笑。阮曼刚和我分手，大家不吱声，气氛尴尬。熊二放下筷子，露出菜牙，嘻嘻笑着：没事，老三，虽然你没和他走到最后，倒也没白干，起码你幸福了2年。乌鸡哥也跟着安慰我：对对对，现在互联网那么厉害，你多刷刷，说不定就刷到后任了。我本来都不打算去顶峰楼，但我姐给我发了信息指示，去，必须去。你睁大眼睛看看他们怎么秀恩爱。坐在顶峰楼的包间里，两室友和我心照不宣的没说话。圆桌很大，又走进几个嬉笑的女生，是阮曼的闺蜜，阴阳怪气的朝我们贴脸开大。哎呀，这桌好晦气，走走走，隔壁桌。谁能想到呢？陈维居然还有心情吃前任的官宣饭，这种场合也要来凑热闹，是不是8辈子没吃过一顿饱饭啊？他们2个好不容易走到一起，非要来膈应人家小情侣，真不要脸。他们手上提着新款的雕牌包包，看来傅家杰为了收买人心费了不少心思。整个包厢很大，能摆放5、6张圆桌，唯独我们哥几个的桌子边故意摆放了遮挡视线的屏风。我心里说不憋屈是不可能的，谁都不知道，昨晚我才和阮曼疯狂了整夜，面对群嘲我无动于衷。而熊二猛地揽过我的肩膀，小眼睛一瞪，嘴闲就去舔马桶，别在这叭叭叭的。那几个女生白眼一翻，双臂交叉挽在胸前。死胖子，你再说一遍试试。我火蹭一下子起来了。熊二最讨厌别人说他胖，一句话他能自卑3天不出寝室门。谁知他也有样学样的挽起双臂，斜眼开炮。你们几个家住在美术馆吗？壁画这么多，能不能脑浆摇匀了再跟我说话？我期末评测都有 C 呢，你们连 C 都没有吧？算了算了，我素质低，你们美严重，能不能互相体谅一下？我表情一致，不敢相信熊二居然这么猛。乌鸡哥小声在我耳边补充，他背过好几张4纸。对面那几个女生被气得脸色发青，指着熊二半天说不出一句完整的话。陈伟，阮曼冷着张脸站在包厢门口，你出来和我去外面聊2句。我站起身跟了出去，他厌烦的直勾勾望着我。我请问，谁叫你来了？这一刻的阮曼好陌生，但我还是忍住情绪，再一次确定他的心意。曼曼，这真是你内心的选择吗？他站在风中，整理了下满是大牌 logo 的围巾。这个包，喜马拉雅86万，这个表，绿罗满钻15万。马上傅家杰还要给我买婚房、新车，而你呢？告诉我，
大学毕业后先找稳定的工作，1个月几千块，让我等到人老珠黄才能住上你贷款30年的老破小。陈伟，你根本不懂浪漫，但更重要的是，我现在不想你的出现影响我未婚夫的心情。我张了张嘴，说不出一句话来。本来还想问他和傅家杰什么时候开始的，一脚踏两船多久了，这一刻语言都无比苍白，我心里跟刀割一样难受。他脸上的表情突然变了，狠狠地把我往马路边上推。陈伟，你能不能别纠缠我？几辆飞驰的摩托车差点撞到我，喇叭不停发出刺耳的声音，随之而来的还有难听的咒骂声。宝宝，你没事吧？傅家杰满脸焦急地冲过来，把阮曼护在身后。原来这一下他在故意演给他看。我看着眼前的傅家杰，又矮又矬，他鼻子、大肥脸、厚嘴唇，试图从他的五官上获取心理平衡，那又有什么意义？我看了眼他身后的阮曼，沉声开口：阮曼，从此你是你，我是我，再无瓜葛。不等他回话，我再次走进顶峰楼，准备将2个哥们叫走。呵哟，这不是陈少吗？脸够臭的呀，出门踩狗屎了。傅家杰的狗腿党精准地将目光锁定了我，爆出一声声难听的哄笑，拱火。谁说不是呢？走路瞎背，快回蛤蟆岛医治一下眼睛。哈，陈伟，你被绿1个月，你没发现我们这有几瓶好酒，你闻着味就来了，真有意思。我皱起眉头，直直地与他们对视。熊二和乌鸡哥已经熟练地撬开了啤酒盖，空气变得肃静，大战一触即发。阮曼几步跨过战区，亲密地挽住身旁傅家杰的手臂。陈伟，请你出去。宝，你也别生气。这一句宝让我彻底破防。眼前这个跟了我2年的女人，怎么会有如此恶心的一面？她俯身贴近了傅家杰的耳垂，说起悄悄话，画面滑稽又可笑。熊二白眼一翻，双臂再次交叉挽在胸前，试图为我找回场面。这次我摆了摆手，熊二，算了，没必要，我们走吧，他们人多，我不想因为自己一时冲动让熊二和乌鸡哥白挨一顿揍，况且还是为了一个不值得的女人。话音刚落，包厢再次走进一个戴着鸭舌帽的女人，肤色白皙，栗色长发及腰，鼻梁挺直秀气，眼神里透露着清冷与高贵。她环视一圈，目光落在我身上，挑了挑眉。陈伟，乌鸡哥呼吸重了几分。这是哪位女明星吗？在众目睽睽之下，她站定在我身旁。明天上午扯证，下午婚纱照，后天举办婚礼。走吧，准备一下。我心不争气地跳了一下。等等，你谁呀？熊二和乌鸡哥意味深长地对视了一眼。他是谁？阮曼松开了傅家杰，直直向我走来，站在我和他中间。陈伟，我问你，他是谁？吃瓜声此起彼伏，我冷冷地扫了他一眼。不是听到了吗？我老婆。傅家杰面带微笑，不合时宜地走了过来，甩了甩手腕上的大钻表。哪儿找的演员？陈伟，你可挺能装的。听到这话，阮曼脸色缓和下来，死要面子，你钱多，烧得慌。我心中盘算着，这我姐找的演员吧，看着气质和长相，收费应该挺贵的，不能和他们耗。不理他们，我们走。我牵起他身后美女的手，却被傅家杰拦在门口。来都来了，吃个饭再走。他的眼神有意无意往边上的女人身上扫。我不明白阮曼为什么会看上他，他只是假装深情。背地里玩过多少女孩，大家心里都有数。
他皱了皱眉头，厌恶毫不掩饰，就这油腻腻的猪头把你女朋友撬了，行吧？就他那长相，他们两人也挺配。不是，他真敢说。我乐了，拉着他就跑，后面两人脸黑的跟炭一样。他扯了扯我的衣服，给我抛来一把车钥匙。耐克、迈凯伦，这车好贵，租金老要命了。我姐是真舍得花钱，好姐姐，过年真得给她磕头。车没乌鸡哥和熊二的位置，我给他们发了俩红包，他俩笑嘻嘻的喊义父慢走，踩着油门，想提速又怕，心里跳得乱七八糟，老刺激。我先送你回家，再去还车。边上的女人没吭声，拿着 iPad 涂写写，好半天扫了我一眼。车是我的，现在你姐把你人也给我了，直接开到酒店。我预定好了套房，我无比震惊，握紧了方向盘。姐，这太快了吧，我还不知道你名字。江颖。她气定神闲的微笑，我是你姐公司的老板，马上就是你的妻子，你入赘到我江家当上门女婿。进了酒店，关上门，我心里那叫一个纠结，这合理吗？他坐在沙发上，从包里拿出好几份协议。陈伟，普通家庭，成绩优异，五官端正，无不良嗜好，性格单纯善良，人傻好骗。来，签吧。我不知道该怎么回，跟姐打了几个电话，占线。不签吗？他歪头看了我一眼。也行，出场费20万，迈凯伦租用费用8万1天，你付我28万就可以走了。说着，他缓缓收起了协议。我连忙按住，好心提醒：28万，你把我卖了也不值这个价啊！姐姐，你真想和我结婚？我就一个普通人，你胡乱冲动做决定，只会害了你。他望了眼窗外，脸上带着我看不懂的忧伤。没时间了，不愿意你就走吧。我签了婚前协议和保密协议，如果不签，就要写欠条，偿还28万。姐，这不是坑我吗？江颖从浴室迷蒙的烟雾里走出来，身上穿着格外凉快的睡袍，长发湿漉漉的，丝毫没有因为身边有个陌生男人而觉得不适应。他对我挑挑眉：身份证在身上吗？我站在一旁，乖巧无措地点点头。在。去洗澡。好。我躲在浴室，想过不争气的逃走，但没用。刚我网上搜了，江颖爸爸的名字在度娘名人榜上呢。我这捅到天宫去了，他要我还钱，我真的连告他也没用。我服了，他一个大美女都不怕，我在这里矫情害羞什么？江颖在外面问：半小时了，你还没洗完？我裹着浴袍，迈着小碎步走出来，娘们唧唧的。他唤了我一声：过来。我沉默了一会儿，上了床，一股好闻的味道钻进我的鼻腔。他自然而然地靠在我的肩膀上，我四肢完全僵住。随即他拿起手机拍了2张合照，发朋友圈。你发，我也发，明天领证再发一次。我起身拿手机加了好友，照片上的江颖美得让人莫名发紧。发了。他眨眨眼，抢过我的手机，删了，又重新编辑，配上文案：大家好，这是我老婆。我知道朋友圈、班级群全炸了，但我万万没想到，江颖把我手机上的钱全转走了，并且赠送一张亲属卡。以前你和初恋也好，青梅也好，我不管。以后在协议期里，你不准有别的女人。我马上毕业，正是需要花钱的时候，3000块也要啊。密闭的房间里，安静到彼此的呼吸声都可以察觉。他冷冷地看了我一眼：睡吧。我贴着床沿，心惊胆战地睡了一宿。
一上午迷迷糊糊的和江颖去登记结婚，下午拍婚纱照的时候才想起这事，还没告诉爸妈。我点开手机，消息栏上许多红点，连辅导员都发了个恭喜红包，熊二和乌鸡哥更是满屏问号。但我没想到阮曼私发信息来数落我：陈伟，你在冲动什么？我和他只是订婚，也没登记，你 P 图发朋友圈，不觉得很丢人吗？我皱眉，我真结婚了。江颖穿着洁白的婚纱，勾勒出夺人眼球的身材曲线。她看着镜子中的自己，没有丝毫喜悦。我拍了拍手，很漂亮。江颖眸光一正，还用你说？婚纱选好，我俩呆呆地任由摄影师设计动作拍照，但拍出来的照片始终不满意。他拿着相机无奈地叹口气。我说：新郎，你主动点，笑一笑，你在怕什么？欠他钱了，那可不是吗？我从没想过人生最重要的事件会发生在这个节点上。其实我心里清楚，这么做的举动也是想要报复阮曼。感情被骗，没有人能真的咽下这口气。走完流程后，江颖开着跑车扬长而去。我到现在都不明白，她一个妥妥的千金女总裁能看上我。拖着疲乏的身子回寝室，傅家杰带人在楼下等我，我看都没看他一眼。他蹲在旁边玩弄手上的打火机，似笑非笑。你俩好兄弟不要了。我面无表情，什么意思？他领着我去了一家装修得很豪华的 KTV， 里面一群人把醉醺醺的熊二和乌鸡哥围在中间。看到傅家杰进来，大家都礼貌地让路。他直说：把你老婆叫来。昨天他敢在这么多人面前骂我，真够胆，报复心还挺重。江颖说的全是实话。傅家杰这脑袋不就是个猪头吗？我指了指，让他们先走，有事冲我一个人来。傅家杰，你要还是个男人，来单挑。傅家杰脸色唰的一下变了，笑得直不起腰。你几岁还单挑？我能让人弄残你，你信不信？说到这儿，他扯起一抹让人作呕的笑。我早就能拿下阮曼，你猜为什么要等那么久？还不是想看你戴绿帽的样子。阮曼没见过世面，我哄哄他，他就悟了。你呢？臭屌丝一个，还单挑？找演员，脑袋空空，跟个废物一样。我知道他想看我生气，逼我动手，但我淡淡笑道：我什么都没有的时候，阮曼选择我是因为喜欢，而现在选择你，是你能给他带来物质上的虚荣。如果你没有钱，什么都不是，没有女人会看你一眼。说完话，他是彻底笑不出来了，扬起手想给我脸上来一拳。周围人都安静的可怕，神色各异。我躲开了，继续激将他。生气了，还不是因为我说中了？这些奉承你的人，还不是看你有钱？傅家杰，来证明自己，有种我俩单挑，能混在他身边的都是人精狗腿。很快就有人帮他说话：杰哥，别上头，打人这种事让我们来，别脏了你的手，真够舔的。我指着他骂：卖人情收钱呢，有本事你一分钱不要他的，我就跟你打。他狠狠瞪了我一眼。傅家杰真怒了，挽起他胖乎乎的手臂：行，陈伟，来，我们单挑，谁输了给对方磕头叫爸爸。我可没你那么丑的儿子。想着不能再说，万一真拉爆了，我也带不回我的干儿子们。好，咱们换个场地。他摇摇头，指着没开的酒：就这，吹平，定量比速度，中间谁先吐谁输。大家听着，主动把桌子中心腾出来。阮曼不知道什么时候来的，站在人群中，挽手直勾勾看着我。我胜负欲一下子就上来了，
呵，我和傅家杰面对面站，仰天长啸地吹瓶，啤酒气大莫多，刚喝完2瓶，胃里胀得不行。他喝得比我快，马步一扎，站在那里10几秒，又炫完1瓶。周边人给傅家杰打气加油，我不紧不慢地撬开1瓶继续喝。5瓶过去，我们速度进展一致。那晕乎乎的熊二红眼了，不能比了，喝多了要出人命。我帮你磕头叫爹。傅家杰扯过我的衣领，在耳边嘲讽我，软慢很好，弹性不错。我内心不是滋味，比了个手势，低声说，你也到不了我到过的地方。说完又拿过1瓶。傅家杰喝这1瓶时像有心事，呛住了，开启喷泉特效。他败了。乌鸡哥和熊二在静默的人群中嘚瑟欢呼，那几个狗腿气得牙痒痒。揍他吧，杰哥，你说句话，我们揍他吧。傅家杰被人扶着，眼眶布满红血丝。滚！你怎么不说帮我磕头叫爹？他听进去了。熊二乌鸡哥对我的真感情，他用再多的钱也买不到。这份情谊胜过千金。陈伟，我说到做到，这句话出来，我还敬他是个汉子。阮曼从人群中挤出来，面色不好看，训我，你别闹了，我们早就结束了，争风吃醋有意思吗？你赢了又能怎样？是啊，我赢了又能怎样？和我一起长大的，我喜欢宝贝珍惜那么久的他，还不是说散就散，在最无能为力的年纪去渴望爱情，还想报复，太可笑了。我还能阻止他过更好的人生吗？对上傅家杰，我说，你以后不要为难我2个兄弟，他俩不胜酒力，惯他们要命。还有，你要是真心喜欢阮曼，就对他好点。从小到大，没人敢在我面前欺负他，这是我的条件。答应了，今天的事就翻篇了。所以说，酒的魅力那么大呢，喝上头，感觉人生一下子就清明豁达了，格局也有了。傅家杰顺着台阶下，如果不是阮曼，我能让你认我当个朋友？屁呢，玩不到一起，活法都不一样。大着舌头准备回话，耳朵一阵疼，被一只冰凉的手扯住。我扭头一看，以为自己出现了幻觉。江颖好看的眉眼透着浓浓的冷意。明天婚礼，今晚彩排，怎么还要我亲自请你？包厢里的人竖着耳朵在听八卦。阮曼挽手在胸前，翻了个白眼，别开玩笑了，你结婚，陈叔叔会不请我吧？大家都以为我还在演，在装呢。江颖第一次对上阮曼，嘴上毫不留情，妆挺浓，衣服俗，什么店大笑话，刷票来的吧？阮曼脸涨红，拔高音量，我知道你，网上那种花钱就能带回去过年的出租女友，对吧？还真不是，人家国外留学回来直接独揽大权，年纪轻轻当上女总裁，真能租，那得什么实力啊？看着气氛不对劲，我趁着酒意大胆抓起了江颖的手，他推有劲，推搡着出了门。我哄半天，他不满，拦着我，怕我动手打你小青梅。不至于，他什么身份？也配？我连连点头，是，他什么也不懂，我替他道歉。江颖被气笑了，他绿你，你替他道歉，你人还怪好的。我看他动了动嘴，无声骂了我2字，我一下子来了气。对，要不然我怎么被你骗去结婚？你们有钱人都聪明，行了吧，老实人。他哼了一声，把手放开。我和他在马路边上站着，冷风嗖嗖刮，我脱下外套给他披背上，他不领情，臭，全是酒味，还怎么排练？明天婚礼现场要上热搜的，你给我注意点形象。真意外，
爸妈看到热搜上我的照片，打电话来问：奇了怪了，江家千金结婚，那男的和你长得一模一样，我发给你姐看了，你姐也很震惊。震惊？屁咧！他把你俩儿子卖了，哄上司开心。搁古代，我是不是该叫面首？婚礼现场人多嘴杂，我也不方便现在解释，支支吾吾半天。是啊，世界之大，无奇不有，我姐会跟你们说明白的。到了晚上，见过江颖爸妈，那气场就差让我跪着敬茶。还好，江颖她奶奶对我很亲切，拉我私聊。颖儿有个门当户对的未婚夫，那小伙子人品不好，中学就开始滥交，我不同意。他爸妈早就各玩各的，对他的事不上心，想着联姻能给企业锦上添花，乱点鸳鸯谱。我问了颖儿，她说她喜欢你，我替她做主，才有这婚事。我看人准，你人不坏，心又细，是个能过日子的好丈夫。我知道他撒谎，也不能点破。奶奶放心，这辈子我只爱颖儿一个。说着挺肉麻的，我起了一身鸡皮疙瘩。奶奶看着我没讲话，我更显得局促不安。奶奶，别为难他了。我这才惊觉江颖在我身后，刚才那话他听到了。奶奶笑呵呵，好宝，奶奶放心，将股份转让给你。以后我们颖儿啊，要幸福才行。说完这话，江颖眼眶起了雾。我默默退走，把房间留给他俩，在门外等他。打开手机，又是一连串红点，大多都是祝贺恭喜，带着巴结意味的字句。傅家杰给我发了88800的红包，道了歉，用词客气，约我有时间去打高尔夫，还说要当面给我太太道歉，诚心诚意发了好几段长语音。这不，看着江颖家大业大，认了怂。我回复了熊二和乌鸡哥的信息，这俩货闹腾着要认干妈。没过一会儿，江颖大步走到我身边，声音倦倦：走，去哪儿？现在寝室已经锁门了。但他似乎没考虑这个问题，想把我丢在半路，随时等我电话。我坐在副驾驶上，没地方去。他目光看过来，淡淡瞥了一眼，没好气。以后不可以叫我颖儿。我窘迫，为了哄奶奶开心，顺嘴说的。江颖踩下油门，一边开一边说：不用演，他是老了，不是傻了，心里什么都清楚。我哦一声，能把钱还我吗？我卡上1分钱都没，那3000还是我饭钱。什么你的钱？江颖挑了挑眉，你还欠我285000，身上这套西服大牌定制的，算上还差35万。我惊了，我不是签了字吗？怎么还越欠越多了？各算各的，你签了字只是给你延期还款的机会。我坐直了身体。江颖，你什么时候回我家见爸妈？他脸色不自然地红了一下，也没拒绝，看情况吧。进了他的家，灰白色装修高档，很大很空。他拿出一双女士拖鞋递给我，客房没布置，先睡沙发，明天回去上课。我脱下外套，小心翼翼地摆在沙发上。什么玩意儿？7万块！江颖，这西装能退吗？回答我的是沉默。第二天，他没醒，我硬着头皮挤上公交车。我多怕公交车给我报声滴，亲属卡。摇摇晃晃了1个多小时才到校区，火急火燎让熊二给我带了课本。走进教室，礼炮声响，空中飘着彩纸，吓了我一激灵。陈伟，你牛逼啊你！娶到江家千金，一步登天，你修了几辈子福气，有着好运。是啊，这不比中彩票爽多了。她好漂亮啊，你都不知道，我是她粉丝。都结婚了，什么时候请班上同学吃顿饭啊？我想要江颖姐姐的合影，
可以吗？我苦笑了几下，应付道：我问问他有没有时间吧。肯定没有。话落，一只手在背后戳了戳我，是阮曼。她穿着一身大衣，戴着黑色大框眼镜。陈维，出来聊聊，我不舒服，陪我去医院。他挽着我的袖子，像从前那般。我不适的挣脱开，要不要和傅家杰说一声？他摇头。我们打车到医院，帮他挂了号，坐在椅子上排队时，他哭了。我没问，递过去一包纸，他接过纸，愣了。上次我说这纸好闻，你寄到现在还真没有。这外套熊二带的，没洗，就剩下的那大半包而已。刚想解释，他哭得更厉害了。陈维，你好大的胆子，敢瞒着我偷偷结婚？你把我当什么了？周围人频频看过来，搞得我像个渣男一样。我手足无措。不是这样的。他抹了把泪，站起身，走吧，不检查了。我完全没搞懂，我只想知道你究竟还在不在乎我。跟着他又走了一段路，停在上次酒店门口，怪尴尬的。我假装没看到，他却往里走。要不要继续上次没有结束的步骤？我坚决摇头。我结婚了，去了。叫出轨，我做不到。他眼眶又红了，往我身上钻。陈维，我们才分多久，你就无缝衔接了？你早就在我们感情里出轨了，是不是？我叹口气。阮曼，我什么人，你还不清楚吗？从小到大，都是你说什么，我做什么。我对你的包容没有底线，但我有我的原则。在一起的时候，我只专注于你。分了，我祝福你，没闹，没追究，没让你难堪。现在你有未婚夫，我有老婆。如果你再这样，我们还是互删吧。阮曼眼神暗淡下来。我对你那么坏，你不恨我吗？恨得要死，居然为了钱抛弃我。我忍住情绪，淡淡道：没必要，人都会变。以前的阮曼永远在我回忆里，足够了。说到这里，电话响了，一连串还没来得及备注的号码。喂，老婆，怎么了？我柔声问。江颖沉默了半天。你去医院了，刷的亲属卡有记录，没办法。对，阮曼有些不舒服，我带她来挂个号，现在没事了，没啥好隐瞒的。她对我也没感情。发定位，挂了。我老实发去定位。弯起嘴角对阮曼说：老婆要来接我，一会儿搭个顺风车送你回学校。阮曼幽怨地看了我好一会儿，扭头走了。叫老婆是给他听，过去式，断了他的念想。哪怕我没和江颖结婚，他回头我也不伺候了。没有谁永远等谁。没想到江颖不仅来接我，还买了许多礼物带去了我家。我姐终于现身了，不敢看我，在她身边提着袋子，显得唯唯诺诺。倒是我爸妈真受惊了。我爸站起来，坐，你们先坐，我去烧茶泡水。我妈翻箱倒柜，拿出坚果花生。我下楼去买点水果。江颖显得落落大方，不用这么客气，我订了餐厅，一起吃个饭吧。爸妈，我是万万没想到这2个字说出来，他们手上的动作一顿，笑得合不拢嘴。那成，走吧，我们请客。我感激地看了他一眼。江颖是给我面子，让他们放心，要不然也不会多此一举。倒是这个罪魁祸首，姐姐把我拉到一旁，顶住压力，我马上外派升职，给你包个大红包。吃完饭，我妈泪眼婆娑地塞给江颖一个金手镯，嫁给我儿，你受苦了。我坐上她的双儿车，我目光落在车顶星空，啧啧赞叹。手机声响，是阮曼的头像。我点开，满屏的留言：陈维，我不敢相信这是真的，你要这样对我，我以后一定乖，不和你赌气了。你回来接我，
我和傅家杰说清楚，求你。还没看完，他把手机抢去，板着脸，阮曼，我给你删了，以后也别联系了。我不讲话，怎么还有感情？我平静，早就想明白了。他笑笑，我只不过和傅家传了句话，他儿子就阮曼分手，对他避之不及。你知道为什么吗？他和傅家杰分手了，难怪看上去那么憔悴，还来找我。为什么？江颖勾起一抹淡笑。权衡利弊之后被放弃的人，是因为他价值低，可有可无。我抿了抿嘴，在他眼里，99%的人都是可有可无。江颖，我会想办法还你钱。他带我回了家，给了钥匙。学校我打过招呼，你不用去了，以后做我助理，要学的东西很多，时间不紧不慢地过着。熊二和乌鸡哥也进了江颖的公司，他在办公室第一次气红了脸。他们俩脑子没事儿吧？当这么多人面叫我干妈，我尴尬的不行。他俩一紧张就管不住嘴，老毛病了。对不起，江总，我会提醒他们以后注意。江颖开口，奶奶晚上叫我们一起吃饭。我懂了。车停在江家别墅，我主动牵起他的手，和他一路上有说有笑。他笑得虽灿烂，咬牙轻语，都听800遍了，你就不能换个冷笑话吗？我就喜欢看他这副样子，贼逗。奶奶远远看着我们笑，也跟着咧嘴，笑得一脸慈祥。来了。饭后，他们说着悄悄话，我在外面等着。手机声响，阮曼这个月第7次给我打电话，前6次装病、车祸、抑郁、拉黑过，又换新号继续打。我不明白他想干什么，职场这么卷，他闲的。和江颖回家，他伸出白皙的手掌，手机我递给他，锁屏密码我都取消了，给他图方便。正巧不巧，阮曼又打来电话，江颖接起，颇有礼貌。阮曼，你若是继续骚扰我老公，你的所有朋友、家人都会付出一些代价，你信吗？江颖看着我，陈伟，你之前不是说没人敢在你面前欺负他吗？我就欺负了。他毕业以后找的工作，没一个公司能录用他。你若是心里不舒服，直说。我不理解，我没有不舒服，只是想不明白，你何必继续为难他呢？江颖拿着手机递给我，没挂，你继续讲。当初他欺负你，这是他应得的。我接过手机，阮曼哽咽的声音传来，对不起，陈伟，以前是我不懂事，能不能原谅我？我看了看面无表情的江颖，一下子想通了，他在帮我出气。难怪傅家杰没毕业就去国外了。阮曼，我没有对你耿耿于怀。说真的，若不是你给我打电话，我很长一段时间都没想到过你。说到这里，江颖满意的挂断了电话。行了，不必聊了。正当我以为还有戏时，他漫不经心开口，我可能要结婚了。那江淡内心又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感觉。江颖，我对你来说也算可有可无、没价值的人吧？他认真的直视我。不，你的真诚和善良永远可贵。能真诚的表达自己真实情感的人，比那些装作什么都不在乎的人更有魅力。我喜欢这样的人。我不敢看他，只听他接着讲。去奶奶家，你笑得那么开心，不是也很享受和我的这种关系吗？顺其自然吧，我们之间也是。江颖，这话可是你说的，那我可要主动了。感谢大家的观看，本期故事精彩吗？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区吐槽。如果你喜欢这类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微光夜读，并分享给更多的人，这会对我帮助很大。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。